大雪纷飞的夜里，一个女子救下了一个浑身是伤的男人。她不知道他是隐姓埋名的侯爷，她也不知道这场救命之恩会变成她这辈子最放不下的一段情。这是竹狱里的故事。可你们知道吗？这场戏开拍之前，两个演员之间发生过一件事，安静的几乎没人注意，直到386天后，大家才突然想起来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，今天不聊别的，就聊聊张凌赫和田曦薇，聊聊那场从零开始却一步步长，成了戏里戏外都分不清的故事。先说说《竹狱》这部剧本身。樊长玉屠户之女，父母双亡，靠着一把杀猪刀撑起整个家。谢征、武安侯为了17年前的血海深仇，隐姓埋名流落民间。两个人在风雪里相遇，各怀心事，却因为一场契约婚姻绑在了一起。他说：“我杀猪养你。”他反问：“你图我什么？”他笑得理直气壮：“图你长得好看。”这段对话为什么这么多人截图转发？因为它太真实了，不是那种一见钟情的偶像剧套路，而是两个各有目的的人先凑合过日子，再慢慢发现原来对方早就住进了心里。市井烟火气里藏着笑点，藏着萌点，也藏着一点点心疼。但故事往下走，甜蜜背后是血腥的战士，利用变成了真爱，真爱却带来了分离。樊长玉放下杀猪刀，拿起了另一把刀，上战场寻亲、寻夫、寻正义。谢征恢复了铁血侯爷的身份，护国、护爱、护真相。两个人在战场重逢，并肩搏杀，不畏生死。这不是一段轻飘飘的爱情，这是两个人在最坏的境遇里依然选择彼此的故事。好，戏里的故事讲完了，现在我们说说戏外。时间倒回2023年11月，澳门爱奇艺尖叫之夜。那天现场坐满了半个娱乐圈，张凌赫和田曦薇也在其中。但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吗？什么都没有，零互动，零对视，甚至连一句寒暄都算不上。如果你当时在现场，你根本不会把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。没有人预料到386天之后，这两个几乎算是陌生人的名字会被无数观众念叨成一个词：田作之鹤。2025年竹狱开机，张凌赫和田曦薇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对上了戏。而这一次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了，不对劲的地方在于他们配合得太好了，好到不像是第一次合作。竹狱开播后的第二天，两人就一起上了综艺《你好星期六》。镜头前，张凌赫走路的时候下意识伸手牵住田曦薇，田曦薇也毫不犹豫地回握，两人十指紧扣，完成了一次合唱。游戏环节里，田曦薇偶尔踉跄，张凌赫反手扶稳的动作行云流水，快到像是不用思考。这种反应很难靠演技完成，因为演技需要设计，而肌肉记忆不需要。评论区当时就炸了。有人说这是巨轩该有的默契，也有人说巨轩可以设计眼神，但没办法设计下意识的动作。你们怎么看？这件事的背后还有更多细节被网友一帧一帧地扒了出来。张凌赫在采访里被问到会不会紧张跟异性搭戏，他说了一句：田曦薇眼里有星星。片场花絮里，两人对视笑场，田曦薇捂着耳朵笑到停不下来。这些镜头单独看没什么，但拼在一起看，很多人开始相信这段386天的等待好像真的换来了什么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发生了。2026年4月22日，古驰同时发布了两人的时尚大片。注意，是分开拍的，没有同框，没有互动。但热搜还是被这条消息炸穿了。张凌赫一身格纹西装，清冷禁欲；田曦薇撕掉了甜妹标签，甜酷暗黑风。两个人明明各拍各的，却被粉丝解读成了一场隔空的呼应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想？两个完全没有同框的宣传物料，为什么能让话题冲上热搜第一？真正让这件事彻底发酵的是2026年6月的一次隔空互动。6月11日，田曦薇发布了一段深夜散步的短视频，配的歌是夏天的风，歌词里唱道：我永远记得，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。7天之后，6月18日凌晨，张凌赫也发布了一段散步背影视频，地点还是在他的母校南京附近。两条视频的意境、构图，甚至情绪氛围都惊人的相似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早在5月25日，两人就分别从纽约和新加坡发布过 Vlog， 出现了同款首饰、同款路牌，
配乐里都带着同一个英文单词 taste。粉丝把那天算成了他们相识520天纪念日的隔空撒糖。这一次连圈内人都坐不住了。演员戚薇公开表示自己也在磕这对 CP。但说真的，我必须在这里说一句公道话，以上所有这些细节本质上都是粉丝对公开社交动态的解读和推测，并不是两位艺人官方确认过的恋情消息。同款元素也可能只是巧合，秒删、换配乐也都有很多种解释的空间。目前两人都处在事业上升期，田曦薇在拍新剧，张凌赫也有多部作品待播，双方都没有对这些热搜做出正式回应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聊这件事？因为真正打动人的从来都不是与 quote 他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与 quote 这个问题的答案，而是我们从这段故事里看到了一种很珍贵的东西。两个人从最初的零交集走到后来戏里戏外都愿意靠近彼此，这个过程本身已经很动人了。樊长玉和谢铮在戏里经历了误会、分离、战火，依然选择回到对方身边。这不是因为他们完美，而是因为无论命运把他们分开多少次，他们都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彼此。这才是爱情最勇敢的样子，不是从不动摇，而是每一次都重新选择。而戏外，张凌赫和田曦薇的故事，不管最后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至少证明了一件事：真正的默契和真诚是装不出来的。386天的沉默换来的可能不是爱情，但一定是一种难得的信任和舒服。3句话送给今天看到这里的你。第一，好的故事从来不需要完美的开局，只需要两个愿意坚持到底的人。很多人总以为一段让人羡慕的感情一定拥有命中注定般的相遇、轰轰烈烈的开始，或者毫无波折的发展。但真正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所谓完美，而是在一次次误解、等待、选择与坚持之后，依然愿意朝着彼此前进。无论是樊长玉和谢铮的故事，还是现实中的人与人之间，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起点，而是无论经历多少风雨，依然没有放开彼此的那双手。因为所有令人难忘的故事都不是赢在开始，而是赢在坚持。第二，无论是戏里的樊长玉和谢铮，还是戏外的两个年轻人，能被记住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，而是那些没有设计过的瞬间。一句随口说出的关心，一个下意识的眼神，一个在人群中寻找彼此的动作，往往比任何浪漫誓言都更有力量。观众真正记住的不是刻意制造的话题，也不是精心安排的营业，而是那些自然流露、毫无表演痕迹的真实情绪。正因为没有提前彩排，没有精心设计，所以每一个细节才显得格外珍贵。也正是这些不经意的瞬间，让角色有了生命，让故事有了温度，更让无数观众在屏幕前产生共鸣，愿意一次又一次回味那些看似平凡却最能打动人心的画面。第三，有些故事看完就结束了，但有些故事会留在我们心里很久很久。一部电视剧终究会迎来大结局，一段剧情也终究会画上句号，但真正优秀的作品从不会随着片尾字幕一起结束。它会在很多年后的某一天，因为一句台词、一段音乐、一个熟悉的画面，再次浮现在我们的脑海，让我们想起当初追剧时的感动与陪伴。或许我们记住的早已不仅仅是樊长玉和谢铮，而是那个曾经因为他们而相信爱情、相信成长、相信陪伴的自己。真正有力量的故事，从来不是停留在屏幕里，而是悄悄走进了观众的人生，在岁月里慢慢发酵，成为一段值得珍藏的回忆。如果你也相信这样的故事值得被记住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更愿意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，还是两个人自己的选择？你的答案也许就是这段故事最好的另一种结局。我们评论区见。